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上台后最重视的民生项目之一，免费营养餐计划，最近出大事了。这项计划投入高达229万亿印尼盾，目标覆盖8300万名儿童、孕妇和哺乳期母亲，但推出仅仅1年多，就连续遭遇了食物安全问题、管理漏洞、资金争议。最新消息是，印尼政府已经永久关闭了883个不符合标准的中央厨房。可是，同样面对数以万计学生的每日用餐问题，为什么邻近的新加坡几十年来却能够建立起一套稳定、安全、高效且享誉全球的校园餐饮体系？答案可能不只是钱，而是一套隐藏在背后的治理逻辑。我们先来看看印尼这个计划到底有多大。免费营养餐计划是普拉博沃总统的竞选承诺之一，目标是通过提供免费膳食来应对全国性的营养不良和儿童发育迟缓问题。它要覆盖的不只是学龄儿童，还包括幼儿、孕妇和哺乳期母亲，总规模超过8300万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大规模公共服务工程。为了支撑这个庞大的计划，印尼政府2026年的预算最初达到268万亿印尼盾，后来被削减到229万亿印尼盾。但如此庞大的计划，需要的不只是预算，它需要标准化的厨房、稳定的食材采购、可靠的运输体系、严格的卫生监管，以及训练有素的人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学生，而问题恰恰出在执行层面。计划自2025年初推行以来，就爆发了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和腐败丑闻。今年6月，国家营养局的首任局长达丹因涉嫌贪腐被捕。7月，上任不久的第2任局长纳妮又以健康为由辞职。短短2个月内，这个关键部门2度易帅。新任局长苏达约诺上任第1周就展开了强力整治，永久关闭了883个违规的中央厨房。原因是环境卫生极差，未达标准作业程序要求，污水处理设施不合格。他还解雇了261名涉嫌违纪的员工，包括涉及网络赌博、行为不端及收受回扣的人员。印尼全国共有超过28000个为免费营养餐计划供餐的中央厨房，关闭883个厨房，听起来像是大动作，但放在28000多个的总量里，这更像是一次亡羊补牢。更麻烦的是，印尼宪法法院在7月30日裁定，政府用教育预算来资助免费营养餐计划是违宪的。法院认为，免费营养餐不属于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从教育预算中分离出来。这项计划占用了约223万亿印尼盾的教育经费，相当于国家教育总预算的近1/3。法院给了政府2年时间调整，最迟在2028年必须完成预算拆分。民众的满意度已经大幅下滑。最新民调显示，多达 61.6% 的受访者不满计划的落实情况，满意度仅 33.8%， 远低于去年11月的 62.5%。如果说印尼面对的是如何快速扩大规模，那新加坡面对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如何让一个高度依赖进口食品的小国，把每一天的校园食品安全做到极致？新加坡超过 90% 的食品依赖进口，但它没有选择降低标准，反而建立起了一套从农场到餐桌的严密监管体系。根据《经济学人》2026年发布的韧性粮食系统指数，新加坡在60个经济体中综合排名全球第9。其中食品安全子评分高达 94.9。 新加坡的学校供餐体系核心在于监管前置，不是出了问题才处理，而是从一开始就设好规则。新加坡食品局对所有食品企业实施许可制度，学校食堂的摊贩必须获得食品局执照，所有食品处理人员必须通过食品安全课程并取得认证。学校食堂的餐食必须符合保健促进局学校健康膳食计划的指导方针，提供涵盖4大类食物的均衡饮食，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蔬菜和水果。计划不推荐加工食品，要求使用带有更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新加坡的监管不是一刀切，
而是风险导向的。中央厨房和大型餐饮供应商因为供餐规模大，涉及人群多，会被列为更高监管等级，接受更频繁的检查。从2025年8月起，新加坡食品局已经对供应学校餐食的中央厨房加强了检查。2026年1月，新加坡还推出了全新的食品安全保障框架，取代了过去30年的 A 到 D 评级制度，更加注重企业长期的食品安全记录，而不仅仅是1年1次的突击检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大型公共民生项目最可怕的不是完全不出问题，而是在出现漏洞后没人负责，无法纠偏，最终任由腐败与低效吞噬社会资源。大型福利项目涉及财政、民生、企业多个政府部门，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管和问责机制，项目越大，风险反而越高。印尼免费营养餐计划遇到的问题：食物中毒、贪腐、预算争议，本质上都是执行监管缺位的问题。而新加坡治理模式的核心，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责任清晰，谁负责运营，谁负责监管，出了问题谁承担后果，全部有明确的分工。教育部负责制定食堂运营标准，保健促进局负责膳食营养指导，食品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和执法，没有一个环节是没人管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数据透明，新加坡的食品企业都有明确的食品安全评级，消费者和服务采购方可以据此做出知情选择。政府需要面对公众、媒体和国会的监督，还有独立的审计机制。这种透明度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第3个关键词是持续优化。新加坡的食品安全体系不是一天建成的，从早期的卫生监管，到今天的风险导向检查和数字化监管，体系一直在迭代。2026年推出的新食品安全评级框架就是一个例子，从年度 snapshot 转向持续 track record， 这种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才是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真正保障。很多人认为，人口少的小国当然容易管理，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新加坡面临的问题其实更棘手，国土有限，没有农业腹地，食品超过 90% 依赖进口。它面对的是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安全的难题。新加坡给出的答案是，在资源极度受限的前提下，不靠降低标准来妥协，而是靠提升治理效率来破局。标准化让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数字化让监管可以覆盖到每一个角落，长期主义让政策不会因为一次危机就被推翻，而是通过不断修正变得越来越好。这种治理逻辑不仅体现在食品安全上，樟宜机场的管理、港口的运营、公共交通的规划、城市的建设背后都是同一套思维，把复杂的问题拆解成可执行的标准，然后用制度和科技来确保标准的执行。印尼免费营养餐计划遇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大型民生工程无法成功。相反，它提醒所有国家，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提出一个美好的目标，而是如何让数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里稳定运行。新加坡的经验告诉世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在于国土大小，而在于能否把复杂的问题变成一套可靠运行的系统。而这正是小国治理背后的大智慧。那么，你认为印尼免费营养餐计划的问题根源是钱不够，还是管不好？如果你来设计一个覆盖8300万人的供餐计划，你会优先解决哪个环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